天氣預報說今晚會下雨，我疑惑地看向天空。整條街開始下雨，有人尖叫着往樓道裡衝，成千上萬條魚在人行道上翻騰，像一條鋪滿銀幣的河在抽搐。然後我的手機響了，天氣預報又彈出一條推送，降雨量約30噸，建議跑。魚落了一整夜，滿街的魚屍在高溫裡爛得飛快，甜膩的腐臭裹住整座城。環衛車衝了2天2夜才把街道沖乾淨。又過了1天，臭味散了，但真正的恐慌才剛開始，因為所有人都失去了一樣東西。有人直播吃檸檬，一口咬下去，汁水順着下巴流，臉上什麼反應都沒有。評論區開始還在哈哈哈，直到主播讓他們隨便找個東西吃。很多人都拿起手邊的零食試了試，全都沒味道，人類的味覺消失了。3天後，第一批自殺的人出現了。一個米其林3星主廚在自家餐廳後廚上吊，遺書上只有一句話：舌頭是我的命，命沒了，活着幹嘛？一個品酒師從20層跳下去，他生前最後一條动態是開了2082年的拉菲，和水一樣。一個嗜甜如命的胖女孩生前在朋友圈留下遗言：21、26年後，環境問題引發食物短缺，但我有的是錢，想甜的時候隨時可以吃糖，可現在沒有了，我不要變得跟贫民窟的人一樣。味覺這東西有它的時候，你根本不會在意，它就像空氣，像水，像每天早上醒來看見的第一缕光，你覺得它是理所當然的，直到它沒了。所有人的眼裡都失去了光，吃飯变成了一種纯物理運动。你咬一口食物，舌頭告訴你質地、溫度、形狀，但它不告訴你味道。有人倒滿一整碗鹽，吃起來毫無反應，他們開始嘗試更刺激的東西。辣椒素直接往嘴裡倒，燒得眼淚直流，但那不是味道，那是痛覺。有人嚼碎玻璃，舌頭被劃得全是血。急診室塞滿了這種人，他們躺在病床上，嘴角帶血，眼神發亮，因為在嘴被劃破的那一刻，他們嘗到了鐵鏽味，那是他們3天來唯一嘗到的味道。1個月，整整1個月，全世界的人就這樣活成了一具具空殼。直到一個在貧民窟拍紀錄片的博主發現街邊賣烤串的大姐咬了一口自己烤的肉串，表情是滿足的。你嘗到味道？廢話，我自己烤的。他把這條視頻發上網，3小時點擊破億。當晚，軍隊把貧民窟圍了，不是來殺人的，是來抽血的。我被帶走那天是周3，一輛白色大巴停在巷口，穿防護服的人挨家挨戶敲門。我收到一份文件，上面寫着国家级生物安全研究項目受試者知情同意書，底下有一行小字，受試者每天可獲得300元補助。300塊，我女兒1個月的奶粉錢，我決定簽了。簽了字的都乘車趕往市郊的一個實驗基地。我到的時候，大廳裡已經站滿了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有，空氣中充滿對未知的緊張或期待或恐懼。一個頭髮花白的科學家站在台上，身後的屏幕上是一張複雜的分子結構圖。你們體內有一種抗體，它能中和魚裡的毒素。抗體的來源是長期的飢餓狀態。人在長期半饥半飽的情況下，消化道會分泌一種保護黏膜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的分子結構和魚毒剛好能配對結合，所以你們保住了味覺。台下的人沉默了，都在消化這驚人的消息。您的意思是，富人吃得太飽，所以味覺廢了；我們窮的吃不上飯，所以沒丟味覺。科學家沉默了，但沉默也是一種回答。那個男人突然笑了，眼裡卻充滿了淚花。20年前，我爹病死了，因為拿不出2萬塊手術費。去年，我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一張紙條說不想再挨餓。現在你告訴我，我們挨了1輩子餓，唯一的好處是味覺沒丟。科學家低下頭，依舊沉默。一個軍官走了上去。從今天起，你們體內的抗體是國家戰略資源。每次献血補助1萬元，每次獻血將補助3萬。尿液和唾液的提取量另有標準。各位發財了！大廳裡又安靜了5秒，然後有人開始登記。工作人員遞過針管、採血管及尿袋，全部的人都留下了，一個不差。排在旁邊的大姐回頭看了一眼，我認識她，賣烤串的。她笑了笑，嘴型說了3個字：發財了。3個月後，我帶家人搬出了貧民窟。我們住進了市區裡3室1廳的房子，落地窗正對江景，看着女兒坐在新買的鋼琴前，老婆哭了。哭什麼？咱們有錢了。為了老婆孩子，我跟醫药公司簽了新合同，一次性出售1年的唾液抗體提取权。看着合同上的7位數的金額，我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女兒以後可以學鋼琴了。1個月後，我點了一碗平時不捨得吃的牛肉面，因為賬戶又到賬一筆錢，心情不錯。可當我挑起1筷子面，總感覺哪裡不對勁。當我塞進嘴裡後，整個人都不好了，沒有味道，不是淡，是沒有。我趕緊加了好多鹽，又倒了1整罐的醬油，最後撒滿辣椒粉，紅的、白的、黃的混成一團。
可即便是這樣，還是沒有味道，如同腳趾板一般。食堂裡的人同情地看着我，我們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抗體沒了，我開車回贫民窟，母親還住在那間老房子裡。她說這裡住習慣了，怎麼都不肯搬。灶台上那口黑鍋還在，滿屋子都是魚湯的香味。母親看了我一眼，讓我準備喝湯。我喝了一口魚湯，記憶中的味道不在，還是一樣嘗不到味道。湯沒變，是你變了。我賣了太多血，抗體沒了。那就再挨餓，挨到抗體回來。媽，我不想再挨餓。繼續挨餓，挨餓才能活着。抗體出來後不久，世界裂成了3层。頂層的人不挨餓，他們直接買抗體，1針10萬，1周1針，1年500萬。對他們來說，味覺從來沒有消失過，只是從舌頭上轉移到了錢包裡。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曬出一桌法餐，配文味道很好，錢的味道更好。底下9萬條評論全是髒話。發帖的人關了評論區，第2天又曬了一桌日料，罵聲不影響他们的胃口。抗體不斷貨，他們就永遠是味覺的主人。中間那層人買不起抗體，他們開始搜索如何安全挨餓。這個詞條在3天內被檢索了2億次。每頓飯精確到克，熱量控制在臨界值以下，因為餓過頭會死，抗體還沒產生，人先沒了。他們要的不是餓死，是恰好餓到能嘗到味道，又恰好活着。底層的人只有一個選擇，讓自己更餓，越餓抗體越多，抗體越多血越值錢，一管血10萬，一管血漿20萬。黑市明碼標價，活體供血，月供200毫升，月薪15萬。有人把自己綁在床上，防止半夜偷吃冰箱裡的剩飯。有人绝食3天，暈倒前爬去抽血站換錢。我失去了抗體，老婆帶着女兒走了，走的時候留了張紙條。我不想女兒長在一個靠挨餓才能活下去的世界。夜晚，一個意外的電話打了過來，是那個科學家。我們合成了一支永久抗體，不是從血液提取的，是直接針對魚毒結構的，1針終身有效。我握着手機沒有說話，但有一個問題，動物實驗過了，人體還沒做過。為什麼找我？因為你賣血的數據在所有實驗體裡最穩定，抗體濃度高，持續時間長，而且你現在的狀態符合實驗體的心理評估標準，無親屬同住，無固定職業，簽署知情同意書的風險等級最低。哼，你的意思是我是個沒家沒業的光棍，死了也沒人追究吧？實驗補貼是300萬，簽了馬上到賬。我看着桌上女兒留下的圖畫，答應了科學家的提議。當晚我躺在了市郊實驗室的床上，淡藍色的液體推進血管，沒有想象中的劇痛，只有一陣涼，從手臂爬到舌尖，然後炸開。我拿起床邊準備好的麵包，咬了一口，味覺回來了，但不是麵包的味道，化肥的安慰，殺蟲劑的苦辛，收割机潤滑油渗進谷粒的礦物味。我又咬了一口火腿，飼料的酸餿，抗生素的微苦，亞硝酸鹽在舌面上留下的针刺感。你嘗到了什麼？你們到底在食物裡放了什麼？科學家沒有回答，他轉身跑了。我衝到街上，吃了口路邊烤串，味道是凍肉反復解凍的冰晶味，嫩肉粉的鹼色。便利店牛奶不是牛的味道，包裝盒鋁箔的金屬味。鄰居家自己種的青菜，土裡有重金屬，10年前工廠廢水流經這片土地的痕跡。這就是真實味覺，讓你嘗出每一口食物裡藏着的東西。每一口食物都在告訴我一件事：你以為你在吃飯，你一直在吃毒藥，你吃了幾十年，現在你知道了。那天晚上，我把實驗過程全部發到了網上，配文只有一句話：他們造了一支能嘗出所有東西的針，然後他们不敢公開，消息炸了，不是慢慢傳開，是炸。服務器在40分鐘內癱瘓了3次，恢復之後，評論區前排全部是同一句話：在哪能打？沒有人問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問有沒有副作用。抗體趁着大熱開售，醫院門口排擠看不到頭的隊伍，無數人掏空家底搶着付錢，簽下放棄追責的聲明。你看過注射後的視頻嗎？看過。可怕，那你為什麼還要注射？可怕，但至少有味道。那淡藍色的液體推進血管後的第一件事，都要迫不及待地咬下第一口食物，然後嘔吐、哭泣，再站起來走出去，繼續活着。有人在網上發帖，我花了100萬買抗體，現在吃什麼都像在吃化工廠，我後悔了。底下點讚最多的一條回復是：再給你一次機會，你還是會買。比起嘗到化工味，人們更怕回到那個什麼都沒有的世界。寧願苦不願空，這就是人類。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注射了抗體的人認為沒有注射的人是活在謊言裡，沒有注射的人認為注射了抗體的人是花錢買罪受。情侶之間不敢接吻，因為唾液裡有抗體成分，怕傳染真實的味覺。家庭聚餐變成了一種折磨，餐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是對愛與真相的拷問。人們舉着牌子表明立場，一波人的標語是恢復味覺，另一波人的標語是禁止抗體，彼此對抗爭鬥不休。
我再次回到老家，母親盛了一碗魚湯給我，我低頭看着那碗湯，不敢喝。這一口下去会嘗到什麼？河水的礦物質，魚鰓裡的泥沙，還是舊鐵鍋滲進湯裡的鐵鏽？喝下去。我端起來喝了一口，看來我還是想錯了。這30年裡，上游建了3家化工廠，5座橡胶壩，一片工業園，每一種東西都匯進這條河，最後匯到我舌頭上。媽，如果全世界的食物都有毒，你怎么办？那也要吃。为什么？你爹下井挖煤有毒，你爷爷种地农药有毒，你二舅化工厂车间站了40年，空气有毒，但他们都不是被毒死的，是餓死的。活着本来就是有毒的，你只尝到食物有毒，那是你没尝过別的更毒的東西。天氣預報又推送了一條新消息，10分鐘後即將下雪。